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從今天開始呢，大家就要和我一起來學習一下 HSK 5級考試的聽力部分。聽力的哪一部分呢？還記得嗎？如果大家以前已經聽過課的話，相信對聽力部分的考題已經有一定的了解了，是不是？聽力部分呢，一共分為2個部分。第一部分是20道題目，是短對話。第二部分呢，有25道題目。如果大家是一直都在聽我們的課的話，第一部分的內容，楊老師已經和大家一起分析完了。那下面呢，就請大家跟着我一起來學習聽力的第2部分。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在 HSK 5級的考試當中，在聽力部分，它考你什麼？有多少道題目呢？考試時間是多長呢？一起來看一看吧。我們看，剛剛說過了，聽力一共分為2個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短對話。所謂的短對話呀，就是一男一女，對不對？男的說一句，女的說一句，然後這個對話就結束了。給你一個問題，讓你來做選擇。所以聽力的第1部分呢，其實我們說一問一答是一個話輪，也就是說你只需要在這一問一答當中來找它的重要信息就可以。相對來說，這20道題目的難度不是特別大。那到聽力第2部分呢，難度就增加了。為什麼這麼說呢？聽力第2部分還是可以做一個小的分類。第一類是從第21題到第30題，一共是10個題目。這10個題目呢，它都是長對話。剛剛說短對話是什麼？一問一答，一個話輪。長對話呀，可不這麼簡單了。同樣只考你一個問題，但是它的答案呢，可能是在2個甚至3個話輪裡邊讓你去做選擇的。也就是說，有一問一答再來一遍一問一答，可能還有第3遍的一問一答。也不一定都是問題和回答，只是說2個人對話，男的女的。男的女的，也有可能再來一遍男的女的。所以呀，他們的对话比較長，我們說話輪比較多，2個或者3個話輪組成一段對話。而你的答案呢，要在這2、3個話輪裡邊去做選擇，所以對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你如何在一篇長对話當中來選擇正確的答案呢？做題的時候有什麼技巧呢？它這些長對話都是關於什麼的呢？這個呀，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和大家一起來聊一聊的話題。不要着急，我們一步一步來。說完了，剛剛說第2部分呢，可以分為2個小節，是不是？第1小節呢，是較長的對話。那還有第2小節是什麼？是一篇短文。也有可能是更長的对话，但非常少。一般呢，都是給你一篇短文。大家完成一篇短文的听力練習之後呢，讓你去回答2到3個題目，難度又加深了。因為呀，在這個題目裡邊，怎麼說呢？是2到3問，來自於一個短文或者長對話。也就是說，你呀一定要不能說我只找着一個題目我去再聽去選答案，而是你要有一個整體的認識。你要知道提前看一看這2、3個問題是什麼，你要找的可是2、3個問題的答案。這一部分呢，相對來說難度對於大家而言應該是最大的，但是不要擔心，我們說嘛，有題就有技巧。如果大家基礎打好了，怎麼說呢？就是說你的詞彙量夠了，你的語法也基本扎實了，在這個的基礎上再學一學技巧，這一部分呢不會是你的難點。
如果說詞彙還沒學好，趕緊去看大綱詞；語法還沒有完全掌握，也要多做練習。當然，也可以跟着我們的課程一起來學習學習。在閱讀部分呢，會給大家講解所有的考試的語法。好。話題之外的話呢，老師就不多說了，不耽誤大家的寶貴時間。我們看最後總結一下，整個聽力一共有45道題目，考試時間是30分鐘。如果大家去參加網絡考試的話，最後還會給你幾分鐘來回顧一下，這幾個哪些題你不確定，可以點回去再做一個最後的確認。好。我們直接進入到聽力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長對話部分。來看一看，長對話剛剛說過了10個題目，一男一女對話，說了一男一女，你呀一定要注意聽，這句話到底是男的說的還是女的說的，對不對呀？因為問題可能會問你，男的說了什麼，女的是什麼意思？所以在這兒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看一看你聽到的那句話是答案的那句話，到底是男的說的還是女的說的。朗讀的時間呢，也就是你听到音頻的時間，一般是40秒鐘，而給你作答的時間是10到15秒。10到15秒，在這個時間裡，大家應該做什麼呢？除了完成你的回答之外，老師呀還要給你提個醒，你一定要快速的看一看下一道題的選項，因為聽力練習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根據選項去預測他們可能說什麼，而考你的問題又可能是什麼。好，我們來舉個例子，給你 A、B、C、D 4個選項。一起來讀一讀。A. 超速行駛。B. 酒後駕車。C. 疲勞駕駛。D. 開車時打電話。看到這4個選項，很容易，都是在說什麼的呀？行駛、駕車、駕駛、開車，都是在說，可能駕駛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他們兩個討論的呀，一定是跟什麼？跟開車有關的話題。那到底是不是呢？我們一會兒聽一聽音頻，來確認一下我們的預測對不對？同時看到這4個選項，你除了知道他們討論的是開車之外，還應該注意的是什麼？可能問你在開車當中什麼？這4個怎麼樣啊？都很危險，是不是？我們都是不可以做的。你開車不能超速，不能酒後，不能疲勞，也不能打電話，這些都是交通規則，你不可以違反，對不對？所以都是你不能做的，也就都是危險的行為，是不是？所以問題可能問你什麼呢？可能問你他們認為哪個比較危險，或者說哪個是不可以做的，開車的時候不可以怎麼樣，對不对？你就可以提前預測一下。那好，完成了預測，我們就一起來聽一聽我們的音頻部分。现在開始第21題。21，你休息會兒，我們輪流開。沒事，一路走的都是高速，不累。不行，你都開了1上午了，疲勞駕駛很危險的。好吧，到前面服務區停下來換你。女的認為什麼很危險？好，我們的音頻聽力結束了。問題是什麼呢？問題是女的認為什麼很危險？是不是和我們剛剛預測的一樣啊？說哪個危險，哪個不可以做？那說了很多話，他們討論的是什麼呢？在高速上，你聽到了什麼呀？開了很長時間，是不是？還有女的讓他休息一會兒，
男的說我不累，然后女的說了什麼？女的说疲勞駕駛很危險。最後呀，男的說好吧，我在前面的服務區停一下，對不對？所以整個呀，兩個人應該是在開車。男的在高速上開了很長時間了，女的讓他休息會兒，他說不累，但是女的呀堅持，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疲勞駕駛很危險。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 C 選項，疲勞駕駛。因為問題是女的認為什麼很危險。其實如果你認真聽的話，原文就給你答案了，直接就告訴你了，疲勞駕駛很危險，和問題是一模一樣的，答案就在我們的對話當中。好，這個就是長對話，2到3個話輪，是一道題目，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聽，提前預測，做好心理準備，可能說的是什麼，問的又是什麼。好，我們再來看，除了這個，有一些什麼樣的方法呢？也就是說提前要預測，是不是？剛剛也提到了，也拿一個題目練習了。提前看我們的 A、B、C、D 4個選項，找一找關鍵詞，找一找他們說的是不是都是一個事情，很可能這個事情就是這個對話的主題。那好，預測完了呢？要預測重點，對吧？那我們再來看一道題目，看一看通過選項怎麼來預測重點。來看 A 電視劇， B 動畫片， C 網球決賽， D 動物世界。這些可能在什麼裡邊出現呢？你要看電視劇、看動畫片、看網球決賽、看動物世界，它們都是電視節目，所以呢，這些說話的人，男的和女的，可能在討論什麼呢？可能在討論，要看哪一個？在這裡還是提醒大家注意了，你要選的到底是男的要看的，還是女的要看的呢？一定要聽清楚了。如果你是做紙筆考試，你可以在後邊做一些標記，但是如果你是參加網絡考試，記在心裡邊，或者拿你的鼠標點在上邊，提醒一下自己，這是男的還是女的。好，預測完了，我們來看一看，聽一聽我們的錄音吧。30。把遙控器給我。爸，別換頻道，馬上就是網球決賽了。我看一下天氣預報，一會兒就好。好吧。女的想看什麼節目？聽完了，問題最重要的是問你什麼呢？女的想看什麼節目？其實這種題目你都預測到了，是考你節目，對不對？考你電視上演的是什麼，要看什麼，也就是你可能直接會聽到你的答案。他可能會在4個裡邊說了1個或者2個。但是這道題目其實很簡單，雖然男的想看一個，女的也想看一個節目，但是他們看的不一樣，對不對呀？所以才要有問題問你女的想看什麼。但是男的想看的那個節目，問一問大家，你在選項當中聽到了嗎？你找到了嗎？他說的那個在 A、B、C、D 裡邊嗎？不在。其實整個話輪裡邊，你所有的對話裡邊你只聽到了一個和我們的答案一模一樣的電視節目，是什麼呢？一起來看一看你們的答案，是不是 C 選項因為一開始男的要什麼？要遙控器，對不對？他想要看其他節目。女的說不要換台，馬上就是網球決賽了，也就是告訴你不要摁到別的頻道，因為這個頻道要演網球決賽，
我要看網球決賽。男的還說了，我看天氣預報，一會兒就好。所以在整個對話當中，一共有2個節目，男的要看天氣預報，女的要看網球決賽。但其實你通過結合你已經知道的4個選項，很容易就能選擇出來是 C， 因為其他 A、B、D 根本就沒有出現在對話當中。這個呀，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根本就沒有聽到它的話，那毫無疑問肯定不會選它。當然不是說一模一樣啊，還有一些相近的表達，所以大家不要太絕對了，一定要听懂了然後做判斷。好，看完了預測，我們再來看，除了預測，說呀看選項要預測重點，那你還可以做什麼？注意啊，有時候出题人啊就喜歡給你做什麼？挖坑，給你2個長得差不多的，是不是啊？告訴你，你很有可能在這裡掉進他的陷阱裡邊去，所以你要做選項對比，找一找哪2個選項長得比較像，答案呢，很可能不是100%，但也到98%了，很可能就是在這2個選項當中來選擇，所以你要關注細節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比如說 A 有病毒， B 是收費的， C 是處理圖片的， D 可以處理視頻。 C 和 D 都有處理，但对象一樣嗎？不一樣。 C 呀是说圖片， D 是說視頻，所以很可能是在說什麼？病毒，收費，大家天天玩手機玩電腦，一些軟件对不對？軟件可能有收費有免費的，有一些呢還可能帶着病毒，對不對啊？有一些軟件 APP 它是讓你去 PS 做圖片的，還有一些直接就是讓你来編輯視頻的，所以很有可能討論的是跟電腦軟件或者手機 APP 相關的話題，而答案呢很有可能在長得非常像的 C 和 D 當中來做選擇，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我們一起來聽一聽。22，你這些圖片處理得真棒，你是怎麼弄的？我下載了一個軟件，就是這個，你沒用過嗎？沒有，是免費的？對，是免費的，我一會兒傳給你。關於那個軟件，下列哪項正確？是不是和我們預測的一樣啊？說的不是 APP， 但是我們也猜到了是什麼？是軟件。問你哪項正確？這個其實是考察大家呀都聽到了什麼，一個一個來排除啊。先看 A 病毒，有提到嗎？沒有，所以想都不用想，排除掉它。然後人家說了是怎樣啊？是免費的。那 C 和 D 大家是怎麼排除的？难就难在了这裡。其實啊，對話的第一句呢，男的說了一句圖片處理的真棒。首先用到了處理，跟我們 CD 的動詞是一樣的，都是處理。所以呀，大家在預測選項的時候，对這些動作類的呀要格外的注意。你很可能它可以換說法，但是這個動作一般是不變的。所以呀，聽到處理，留個心，說的是處理什麼呢？圖片處理的真棒。一開始就告訴你了，討論的是圖片，很好。所以呀，毫無疑問，我們答案是 C。D 呀，就是放在這裡給你挖了個坑讓你跳的。出題人吶，就看你聽的仔細不仔細，跳進去了沒有？希望大家都可以選對。好，我們接着看，說除了在做題目的時候看選項之外，聽的時候還要注意什麼呢？
一般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點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現了願望、要求或者意見，往往就是題目要考試的內容。我們先來看4個選項 ：A. 考駕照 B. 學滑冰 C. 做手術 D. 去實習。4個都是動作類的，是你要去做什麼，對吧？那很可能就是我想要做什麼，是表達願望的。所以你在听的時候，听到了想後邊的那個動作，一定不能說一定，但是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的答案。來，一起听听看，看你找到答案了嗎？27，這個暑假你想去實習？是，我已經投了好幾份簡歷，正在等消息呢。我也有這個打算，有實習經驗的話，畢業後好找工作。是呀，現在用人單位基本上都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男的打算暑假做什麼？問題是問的男的怎麼樣？打算暑假做什麼？是不是他的一個想法，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對不對？那一開始人家就說了，我想做什麼呀？想去實習。而且實習這個關鍵詞是不是在對話當中出現了很多次？要實習有經驗好找工作。女的說我也想實習，對不對？都是在想後邊的。所以這個 A、B、C 我們在對話當中怎麼樣？根本沒有聽到。而你的答案就是在想這個表達願望的動詞的後邊，對不對？後邊是什麼？實習。實習是什麼？答案。好，非常好。這個就是我們說你在做題的時候要多關注的一個東西，願望等等。最後有的同學就說，老師有一些聽力當中我会有听不懂的地方，這可怎麼辦呢？老師告訴大家，聽不懂不要慌，你做了準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很多時候會有超綱的內容，聽不懂的很可能就不是影響大家答題的地方。也就是說，你要關注的是你可以聽懂的那個地方。如果聽不懂，不要讓它擾亂了你，不要讓它妨礙到你選擇正確答案。我們再來看一道題目 ：A. 升職了 B. 拿到簽證了 C. 教材編寫完了 D. 項目獲得批准。都是好事兒，可能要慶祝一下。那慶祝哪件事情，你就要聽清楚了。到底是他升職了，工作方面的，拿到簽證了，留學旅行，教材編寫完了，也是工作，還是項目獲得批准了呢？另一個工作，所以很有可能是討論工作的。具體哪一方面，多關注細節。我們一起來聽一聽。29，你這麼興奮，天上掉餡餅了？差不多吧。我的那個教材項目，領導已經同意了，批下來了。真的，恭喜你，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呢。謝謝你。男的為什麼很興奮？問題來了，問的是男的。男的為什麼很興奮，對不對？那在聽的過程當中，大家聽到了什麼？聽到了教材，跟教材有關。一聽到教材，趕緊去選 C， 對嗎？不對，有的說題目是有難度的，不能每道題都那麼簡單，還得仔細聽。人家說的是編寫完了嗎？沒有吧？已經開始編寫了嗎？沒有，人家說的是什麼呀？
項目領導已經同意了，批下來了。關於教材編寫的那個項目是剛剛批下來了，所以還沒有開始。那在這個對話當中，除了這個教材是迷惑大家的，可能讓你選錯之外，還有2句比較難的話。第一個就是一開始說這個男的很開心，女的說天上掉馅餅了，就是好事兒砸你頭上了，是不是？這個呀是俗語，聽不懂沒關係，不影響你。還有第2句，功夫不負有心人。有心人是不是就是說，如果你下功夫了，有心去努力了，一定不会白費的一定會成功，如你所願的，是不是？但是這2句話都是俗語，它呀不會影響你做題，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聽不懂的地方，不要慌，平平靜靜的，耐心的把听力聽完，然後說不定你聽不懂的地方就是無關緊要的，不會影響你作答的地方。好，這些呢就是我們說做聽力應該注意的一些方面。今天的課呢就先到這裡了，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開始就要關注每一道題目，分析分析它是屬於什麼類型的，不同類型的題目重點在哪裡。好，今天的課就到這裡，我們下節課再見。